你瞬间的判断。也就是说，以那个逻辑来讲嘛，那个很有名的案例嘛，火车开过来了，刹车失灵了，这个轨道有10个人，那个轨道有两个人，你要去撞10个人，还是要撞2个人？那不是一种逻辑判断，那不是一种逻辑判断，那完全是当下的，不经过你逻辑性的思维的，是马上的选择。那个选择是怎么来的？你那个选择是怎么来的？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也许那个10个人里面，10个人里面，有些人他的面孔你本来就讨厌那样的人，或者10个人里面他们是背对着你，或者这边两个人，这边2个人他是面对着你，你看到他们的表情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马上不忍，你就转到那10个人去。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不是经过你的思维的，经过思维你就来不及做这件事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以前所谓行侠仗义，他凭的什么？他不是凭着长久的思维啊，他是凭着他多少年建立起来的一种什么？一种价值感，一种是非的判断。比方很简单的，你是强凌弱，我就要帮这个弱的杀你；你是官府欺压百姓，我就要杀你这个官府。所以他有很简单的判断，很简单的判断，他根据的就是这个，就当时这件事情正义是否存在，他所以叫替天行道嘛。因为这个事件里面天之道已经没有了，或者被破坏了，所以我要来替天把这个道跟补上来。他当时的就是这个根据。那你不能说事后你说，哎呀，他杀他是因为什么？那个不在他当时考虑内。听不懂？所以很多事后的是非判断都不能拿在那个当下来说的。拿到那个当下来说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，做不了任何一件事。是不是？啊，所以都是根据当时，所以我们平常要建立什么？练武就是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认为，他自己认为嘛，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。那你认为的就是对的吗？以现在来讲未必，现在是讲法律嘛。可是当时不是，当时法律不彰的时候，他讲的是天道。他讲的是天道，他建立起来的就是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。那开始在练呢，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可是到后来，你的阶段了解了以后，熟了以后，你要知道，你是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去了，听不懂？你坐慢速火车，你说我从台北到桃园，它是一个站一个站嘛，好多站嘛。可是你坐高速铁路没有了，就从台北啪一下就到桃园了，中间那个没有了。听不懂？所以现在你们比较熟的，你要把这种阶段性的东西啊，要慢慢把它转化成什么？转化成从一个状态变到另外一个状态了。那因为你的过程你都练很久了，所以那个转变的过程虽然看起来马上过去了，可是它不会错。晓得吗？他不会错。那开始是不行的。开始你从这个状态到那个状态，
你中间不熟悉它的过渡，你会乱掉。啊，我虽然很快的从台北到桃园，可是中间那些站我没乱掉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只是我没有停而已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们以后练要多注意这个啊。